世界上最惊人的15个人体记录，每一个都生平仅见。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他们把人体的奥秘开发到了极致。有的拥有超长的臂展和身高，有的却因为史上最矮而闻名，或者拥有难以理解的长腿。不论如何，这些人都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生活中。那么，到底这些奇特的人是谁？又具体达成了什么世界纪录？今天就点赞关注后，跟着阿军一起去一探究竟吧。人体之最第15名，奖励自己时间最久的人。注意看，他是能自己手动10个小时的人。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你出门上班回来后，他还在保持这个动作。你可能会认为这类活动的冠军应该都是非黑即白，然而事实却是该活动的榜首长期被黄种人霸占。他是来自小日子的佐藤，虽然看着很瘦弱，但却是这项人类最长时间记录的保持者。而此活动名叫 Masturbate-A-Thon， 是由大漂亮每年举办的奇葩活动。从2008年至今，佐藤都是此项记录的保持者。为此，他每天都会专项锻炼2小时。更奇葩的是，佐藤的妻子居然支持他这么做，并且每天还会帮他计时。不得不说，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2对活宝走到一块也是绝了。人体之最第14名，头发最高的人。你相信有男人留一辈子头发，居然只是为了成为超级赛亚人吗？来自美国的约瑟夫·格里萨莫尔，他的扫把头高度达到了惊人的 1.08 米，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果身高算上头发的话，那么他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人。不得不说，他发胶的质量是真的好。阿军想问，是啥牌子的？42岁的约瑟夫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不过我想，如果是旁人看到，大概率会以为约瑟夫才是那个病人。他从2007年以来就一直留着头发，别人都是10年磨一剑，他是10年磨头发。对于如何保养头发，约瑟夫有严格的标准。首先是不能用洗发水，然后护发素也必须得使劲往头发招呼。要做成这种发型，通常需要多人合作，耗时2个小时，并且拆掉这个头发还得花2个小时。每次都需要花费200升的热水和半瓶护发素。你在头发上花费最长的时间是多久呢？人体之最第13名，最长的大拇指。注意看，你看到这个可以生长的手指，是否认为这是特效或者道具呢？但其实这是货真价实的大拇指。这位名叫雅各布·皮纳，他因为拥有 12.7 厘米的大拇指而走红网络。他经常发一些搞怪的视频到网上，比如把自己装扮成生长的植物，并且手指在伸长时，骨骼会发出噼啪声。One more time for the boys. 对此，小哥说，他可以自由地来回伸缩，这简直就像是匹诺曹的鼻子。从这个对比中，很明显地看出和普通手指的差别，甚至能覆盖整个手机屏幕。听说用大拇指点赞也会变长哦，试试吧。人体之最第12名，最瘦的人。你能想象吗？视频中的这位女孩只有16公斤，她来自俄罗斯，名叫克里斯蒂娜。如果仅只是从直观来看，你很难想象她只有26岁。因为身体几乎没有任何脂肪，导致全身皮肤凹陷，骨骼外凸，眼窝深陷，说是行走的木乃伊都毫不为过。因为全身几乎没有肌肉，导致女孩连行走都十分困难。她经常大学的时候1周才吃1次饭，有时几天时间就吃1个苹果。从2016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吃过谷物。然而这并非她刻意的，因为女孩患有厌食症，导致她看见任何食物都没有食欲，并且很难有饥饿的感觉。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在2018年，女孩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相信他也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人体之最第11名，最长的腿。看到这个腿，各位是否惊掉了下巴了？如果你搜索关于它的中文信息，你会发现只要是中文网，所有的自媒体铺天盖地的都鼓吹它是最长的腿，甚至你去某知道上搜索，基本都说它是真的。然而正常人都知道，人的手脚是等比例生长的，也就是说腿长的人必然手也很长。视频中的这人手脚明显不成比例，对此我搜索了很久，并没有在国内找到他的辟谣信息，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对此进行辟谣。终于经过我艰辛的搜索，终于找到此视频的出处，其实是出自于国外 TBS 柯南脱口秀节目。当时的主持人柯南·奥布莱恩在讨论关于男性喜欢在公众场合叉开双脚坐下对其他人的座位空间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一直用夸大的手法借此引流。言归正传，说起腿最长的人，按道理说应该是身高2.72米的罗伯特·瓦德罗，但没有他腿部数据记载。目前能查到的腿最长的人是张俊才，身高2.42米，腿部达到了惊人的165厘米。这个腿都比一些女生还高。评论区留言，快快长高，据说会让你心里想的人快速增高哦。人体之最第10名，臂展最长的人。他是 NBA 史上最高的球员，同时也是有数据统计臂展最长的人。身高2.31米的他，臂展达到了恐怖的2.59米。他名叫马努特·波尔，是为盖帽而生的球员。如果你感受不到他的恐怖，可以对比一下当下炙手可热的天赋怪文班亚马，身高2.24米，臂展2.44米，他的臂展整整甩了文班15厘米。因其恐怖的臂展和低一的身高，使他荣登 NBA 历史场均盖帽第2宝座，每场贡献3.3个盖帽。马努特·波尔是苏丹南部丁卡人部落首领的儿子，在他23岁的时候才在非洲被球探看中，并在1985年以第31顺位被子弹队选中，直到1995年退役。在退役之后，始终致力于慈善事业，用他赚的钱给当地修建学校。职业生涯总共赚得600万美元，其中的350万都投入到了慈善中。他的梦想是为苏丹建造41所学校，但不幸的是，在2010年波尔去世了，享年49岁。但庆幸的是，他的儿子波尔也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拥有2.19米的身高，2.31的臂展。但如此的天赋似乎并未得到傲人的成绩。人体之最第9名，最矮的成年人。他名叫钱德拉·巴哈杜尔，是有记录以来最矮的人，身高仅有54.6厘米，体重14.5公斤，这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童。在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前，钱德拉一生都在尼泊尔偏远山村度过。他和他的兄弟都住在那里，他的家人的身高也都算正常，普通人的身高相当于他的3倍多，而现存世界最高的人苏坦科森相当于他身高的5倍，甚至一只小羊羔都能和他旗鼓相当。值得一提的是，通常患有侏儒症的人平均寿命都在40以内，然而钱德拉先生却活到了75岁，并在2015年离世，这是相当少见的情况。人体之最第8名，最矮的健美运动员。其实侏儒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但浑身腱子肉的你见过吗？他名叫普拉蒂克·莫希特，身高仅1米，来自于神奇的印度。据说他从18岁就开始锻炼，每天都会进行30分钟的有氧和2小时的抗阻训练。当他开始健身时，周边朋友都嘲笑他，甚至他的家人都持怀疑态度，但他决心证明所有人都错了。天生缺陷的他居然真的在健美比赛中获得了奖牌。他参加过40多项相关赛事，梦想是有一天获得健美先生的冠军。只有真正接触过健身的人
才懂得健美比赛、备赛的艰辛。为了比赛，你需要脱水、断碳，甚至是断盐，并且这日复一日的训练，每天肌肉的酸痛，并非常人能接受的。天生侏儒的人，尚且如此自律，真是让我等汗颜。人体之最，第7名，最宽的嘴巴。这位仿佛能吞下银河系的人，名叫安哥拉。他的嘴如同吃了橡胶果实一样，可以随意的拉扯。据测量，他的嘴唇完全拉伸开为17厘米。真的担心他去看牙时，牙医会掉进他的嘴巴里。人体之最，第6名，下巴最大的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时，我是满脸不可思议的。我一度怀疑这是某个国外的恶搞节目，或者他的下巴是电影中的道具。但事实是，这个名叫维奇·卢卡斯的女子真的拥有不可思议的下巴，其夸张的体积直接占据了半张脸，甚至其宽度都超过了额头。维奇也因此备受其实，只要上街都会面对无数异样的眼光。这是一种疾病，名叫聚合症，别名小天使、胖娃娃脸。通常双侧和下颚会淋巴结肿大，该区域会造成牙齿松动等牙科问题。然而对此他似乎欣然接受，并且在镜头里也表现出自信。他认为这样的长相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他也因此获得了关注，在当地有不小的名气。人体之最，第5名，最宽的颧骨。如果说之前的第5名长相是天生的，没有办法，那这位女士则是刻意的把自己整成了这张脸。对于国人来说，大多都以小脸为美，就算是做整容，也都是通过手术缩小脸颊。但对于名叫波克雷修克的女士来说，脸颊越大才越美丽。她从26岁开始了第一次整容，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往自己脸颊注射填充剂，同时也做了丰唇和胸肌增大手术。因为巨大的颧骨，也被网友评为了世界脸颊最大的人。因为资金有限，波克雷修克甚至自学医美，给自己整容。如果看他整容前的照片，你或许也会认为他的面容姣好，还不如不做手术。可能这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人体之最，第4名，最大的嘴唇。不可否认，有些女生对于美的认知是常人无法理解的。我们通常认为美感是源于合适的比例，任何其中某个部位太极端就会过犹不及。但这位25岁的保加利亚女网红安德利亚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她在嘴唇这条路走得太远了，她通过30多次的玻尿酸注射，成就了今天的烤肠嘴。我就想问，就算是不为别的，这么大的嘴唇，难道不浪费唇膏吗？或者吃饭擦嘴的时候不浪费纸巾吗？有趣的是，不知道是出于何种目的，安德利亚透露，不少男网友通过社群平台联系她，并提出约会以及出国旅游的机会。可能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管何种样子，始终会有喜欢你这一款的人在某个角落等待你的发掘。人体之最，第3名，最长的舌头。这项纪录的创造者是来自印度的00后小伙普拉文创造的，他的舌头长度达到了惊人的10.8厘米。从视频中可以看出，他用手辅助的情况下，舌头几乎快舔到了眼睛了，像舔手肘一类的动作也能轻松完成。舌头直接伸出都可以超过鼻尖2厘米左右。关键是这舌头不仅长，连敏捷属性也是点满了的。只见他比起舌落，在纸上笔走游龙，虽然不知道印地文书法该如何评价，但至少从气势上看还是不错的。人体之最，第2名，关节能发出最多响声。我想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都有过扳手指的习惯，关节之间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有一种特别解压的感觉。那你全身上下一共有多少个关节能发出声音呢？来看看这位小哥吧，他名叫杰克·贝特曼。
全身的关节可以发出107次声响。你可以数一下，小哥有没有作弊？Who's that one? Oh God! What the fuck? Okay. Oh my God! Oh shit! Oh shit! I think that's it. Oh yes. 不知道各位能发出多少声响呢？人体之最第1名，单次分娩最多的人。这位女士一次性生了9个孩子，其中5个女孩，4个男孩。这是目前吉尼斯纪录中单次分娩最多且都存活的记录。这位摩洛哥女士名叫哈利玛，最初孕检时只发现了7名胎儿，但出生时老天却莫名其妙的再次给了这一家2个孩子，每个孩子的重量仅为500至1000克左右，但整个肚子医生估计都重约30公斤。哈利玛因此在分娩过程中差点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据说在随后3个月的月子里仍然身体虚弱，每天只能看望2次婴儿。他们每天要配10升的奶和换100块纸尿布，平均2小时换1次。对于如此惊人的分娩，很多人怀疑是人工受精，哈利玛坚持是自然的。对此你们怎么看呢？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看完所有内容的你，觉得哪一项人体记录才是最不可思议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神评论。视频制作不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支持阿军，也可以进入主页，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的批阅。那么让我们下次不见不散。